他就坐在那里啊，就是那个阳光下啊，他在笑啊，他知道你很爱他啊。他就这样跟我说，我就觉得那句话就够了，我就觉得狗狗是知道你爱它的，然后不管是我们在后面遇到的这些生小孩啊、结婚啊，很多事情你可能很忙碌，你觉得你自己忽略它，但是它是跟着你一起成长的。它知道我爱它就好了，虽然它生命结束在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可彤。从小到大养过非常多的宠物。我记得我家小时候有 Coca， 有牧羊犬、喜乐蒂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呢很任性的跟爸爸妈妈要了兔子啊、黄金鼠。长大之后呢，我自己养过一只猫，一只野猫，然后跟一只柴犬。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呢，是我跟我的柴犬 Toro 的故事。好可爱哟！我的狗狗其实已经离开我2年了。刚养的时候，我是在拍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很想养狗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的老公就当时的男朋友就说啊，我们2个工作都那么忙，我们要照顾一只狗很难。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做事情没有在思考的人，所以我就讲说为什么不行？我就是想试试看啊。然后好巧不巧，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要出差，可不可以把一只柴犬就是寄放在我家1个礼拜，然后他出差完再带回去这样。然后我就想说好啊，我就试试看养狗是什么感觉。然后结果养了1个礼拜，就是适应了很多捡狗大便啊，然后帮他擦脚脚、喂他吃饭啊什么之类的之后呢，然后我的朋友就说，其实他并不想要这只狗了，他也觉得自己工作太忙，完全不能照顾它。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养，然后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我就再送别人。然后那时候就正义感很说，我怎么可以不要它？我已经养1个礼拜了，我就是要把它养下来。然后就那时候房东还说不可以让我在家里养狗，然后我还跟房东沟通说可不可以就是增加宠物条款，我每个月多付多少钱，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养狗狗。然后就这样一路养了它7年，一直到2年前的10月1号，它一场意外它走掉。Oh my god！ 这是我自己不知道，这是2015年。你有帮我写起来我觉得刚养它的时候真的很天真啊！妈呀，我刚养它的时候，它可能才7、8个月吧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前后常常都是在拍戏。我觉得养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就是。以前我们不拍戏的时候就是睡到中午，该不会每个人都跟我不一样吧？反正就是放假就会睡到中午，然后就很懒散啊，饿到不行才会起来吃东西。可是养狗之后，就是狗狗很早6点多7点多，它就想要出门去上厕所了。然后晚上你下班之后也不能跟朋友出去，你要先说啊，我先回家遛个狗。然后如果要约的话，约我家附近的餐厅。对，就是你整个生活会为了它而改变。因为柴犬是一个刮风下雨也要在外面上厕所的狗。然后我还记得有大台风，然后停电，然后我那时候住9楼，还要把它就是牵下去，然后再抱上来。所以呢，我通常都会在台风夜或是下大雨的夜晚，然后就撑着伞在外面看到其他柴犬的饲主，我们就会相视而笑，因为就知道只有柴犬才会在外面散步。他不要啊，也不是他不要的问题是，不是要登记宠物晶片吗？然后我就把它登记成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超级开心的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我了。然后那时候真的好爱，就是很爱一个小生命在你身边。虽然我会一直抱怨说你真的让我的生活变得好烦哦，每天那么早起床，然后叫，不是刚尿完回来为什么又想出门？然后他就是会一直发现就是想抓门啊什么的。然后有时候猜不出他什么问题。然后也曾经因为我有时候煮什么东西，然后有个大骨头，我就想说给他啃，他可能会很开心。然后就一啃，他就拉肚子，然后还吐，然后就半夜要跑去急诊，狗狗的急诊，然后带他去看，然后心里就会觉得都是妈妈不对，我不应该看到骨头就给你吃，怎么会狗不能吃骨头呢？然后原来现在狗真的都不能吃太油腻的。那时候其实一起拍戏的朋友都很惊讶我养狗，我一直不知道养狗的严重性，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会养狗？要花很多时间呢，你又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然后养了之后还觉得真的蛮让人疯狂，但是是一项不后悔的选择。
我那时候就是很常去外面运动，然后拍那个运动影片，拍完我们就去吃早餐，然后每天Toro都陪我们，从天气冷、天气热，他都是陪在旁边，然后都有一直录到他好可爱在那边冷眼看我们，甚至我在餐厅里面吃2-3个小时的饭，他都是可以在推车下面等我们，然后或者在门口坐着等，对，都可以。所以我就是很怕再养一只狗，然后它没有Toro这么乖，因为它真的是一只很乖的狗。如果我遇到下一只狗，我想养它的话，我一定要跟它讲我跟Toro的通关密语，如果它答得出来的话，就是它了这样子。因为每个主人狗狗离世之后，都很想要再养一只转世投胎而来的原本的那只狗，所以我就跟Toro说，如果这是你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你，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通关密语，因为Toro是只要我说啊呜，然后他就会啊呜这样子，好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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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前阵子去那个浪浪别哭的餐厅，然后因为有一只狗，一只小梗犬，我很喜欢它，然后我就一直去看它，然后一直在旁边这样啊呜啊呜啊呜，你还没有投胎来吗？不是你吗？对，对，就真的不是。我觉得它很懂事因为但也有任性的时候，因为到我生老大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它一直会在家里偷尿尿。然后那时候刚好熊爸来家里拍影片，然后他就有跟我说，可能就是我们的心思都分到小孩身上，就陪他的时间太少，所以他也是会有一点点心理不平衡。但是他心理不平衡，他就想要尿尿一下，偶尔这样子，但是他也没有说真的反应说会去欺负小孩或是怎么样。然后甚至到我生老二的时候，那时候疫情很严重，能够出去的时间真的非常少。然后他也开始意识到家里又有第2个小孩来临了，然后他竟然愿意晚上在家里的厕所尿在那个尿布垫上。我觉得这是他的懂事，然后他知道可能这样我们可以轻松一点，又一个新的弟弟来了。之后想到都会觉得那是他一个很体贴我的一个改变。然后当然我觉得从我只有他的时候是全心全意，每天就是抱着他闻而且每天都让他在床上跟我们一起睡觉。然后到有 baby 的时候就不会让他在床上睡觉了，甚至不让他进房间了。我觉得对他来说，他真的很努力的在适应有小 baby 的生活。狗狗离开之后，听宠物沟通师说，然后才知道 Toro 很喜欢弟弟。然后因为弟弟4个多月。狗狗就走了，所以其实他们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好少。然后我只有1张他们的合照，他们在那个蓝骨头上面，然后有一只狗狗跟我的弟弟2个人这样子拍照。然后我是之后听宠物沟通师说才知道，他感应到，他觉得狗狗很喜欢弟弟，然后他也说狗狗不会那么快离开你们家哦，因为他还很想看到就是弟弟长大。对，所以可能他比较喜欢弟弟。哇，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，然后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面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经过那件事之后，发现自己应该是蛮勇敢的人。因为我每天都遛狗，然后有一天我就是带小孩去上课的时候，我就那天为什么没有带推车啊？好特别哦！我们那时候。哥哥因为没有带弟弟出门，对，我就牵哥哥，那时候哥哥4岁，然后跟牵着Toro一起出门，然后送完哥哥去上学之后，就牵着狗回来，然后我的狗是在我的右后方，就内侧，然后它可能就有点往外走，那我没有注意到，但是我的绳子也蛮短的，所以它离我的距离可能就是大概顶多是这样子1公尺嘛，可能1公尺多一点点，然后有一台车子就从后面撞到它，砰一声，狗叫了一声，然后就弹出来，然后我也。大叫，然后那个人下车时候是拿着手机，所以我知道他是在讲电话的状况之下没有看清楚狗。那当然也是因为我的狗是在外侧，然后他为什么会距离我这么近没看到就卷到狗，然后狗当场就在我的眼前受伤蛮严重的，然后我就赶快叫那个人载我去医院，因为我知道那在我家附近，我知道医院在哪里，我就上车，然后我当下要打电话给我老公，跟我老公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不到的，因为我的手是完全没有办法按手机，就是抖到我没有办法按手机，然后我就一直尖叫，然后在那个人车上的时候，就是情绪也很不稳定，然后我就进去之后就是急救，那医生马上就跟我说没有办法救了，这就是走了。
然后我在那个医院歇斯底里到，因为我拍过很多戏，然后有拍一些什么家人离世什么的场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之后就想说，哦，我之前都演得不够好，演太淡了。原来意外发生的时候，人是可以疯狂到那样。就是在那个诊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是谁了，我就是一直狂吼，然后我也出来骂那个人，然后我一直敲墙壁，就一直跟他说：“你看你，就是你，你还在那边抽烟，你还在那边讲电话，就是你一个不小心你就撞到就走了，狗就走了。”对，然后我就真的好气，然后我还记得在当下有一个太太还过来跟我说，她懂，她说你要那个勇敢，不要一直难过，让你的狗狗怎么样这样。然后等到我确认狗狗已经走了之后，我才有办法打电话给我老公，然后叫他们过来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狗狗躺在那边，然后它的头上有一个伤口，然后身体都是温暖的，它好像在睡觉。然后我们就轮流跟他说再见。然后当下其实我是非常的，就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把它牵得离自己不够近。对，就是这么一个，我每天都在遛，我遛了7年，怎么今天狗牵在我手上也没离开我的手，然后它怎么就被车撞到了这样子，而且怎么那么脆弱，扯到绳子这样碰一下，然后它当场就走了。对，所以我在那个之后也有一个创伤症候群超久，一直跟很多人说，我每天都觉得那个撞死我狗的人在我家，超神经的，就是每到晚上我就会觉得那个撞我狗的人他好像来到我家，然后怎么办？他要把我，就是一个恐惧感，就是会一直到我的身上。对，然后那时候也都是看着天空，看着什么，就是想到狗就会一直落泪。还好那时候我去看了宠物沟通，有一些是很准确的，就是我的狗，但是有一些也是我知道是安慰我的话。我觉得很多人面对狗的离开是真的会走不出来，然后花很长时间的。那我觉得每个主人，我觉得每个主人最担心的一点就是狗狗不知道你有多爱它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，像我就是因为很忙碌，然后又是我牵着狗让狗被撞死的，所以就会觉得妈妈对不起你，我没有那么注意。然后我也会有一个很可怕的恐惧感，就会觉得说，万一我今天牵的是我的小孩，如果是小孩被车撞了怎么办？所以我人生就是不能再那么不专心，我做什么事情都要很专心，才可以保护我身边爱的人。然后你就会很怕，你是不是在这个长长的养他的过程，有没有让他不知道你自己爱他，然后没有对他最好，有没有给到他想要的温暖与爱，这样子，我们就会开始一直质疑自己，然后就会内心一直很难过。那宠物沟通师他就说，他就在那里啊，他很爱你，他跟着你来的，所以我才可以马上沟通他。他就坐在那里啊，就是那个阳光下啊，他在笑啊，他知道你很爱他啊。他就这样跟我说，我就觉得那句话就够了，我就觉得狗狗是知道你爱它的，然后不管是我们在后面遇到的这些生小孩啊、结婚啊，很多事情你可能很忙碌，你觉得你自己忽略它，但是它是跟着你一起成长的，它知道不管怎么样，我的主人、我的妈咪都是爱我的。然后那句话就抚慰到我，安慰到我，可以，他是知道我爱他就好了。虽然他生命结束在这里，但是就像那个宠物沟通师跟我说的，他现在不是缺一条腿，或是哪里坏掉，他以后会这边受伤，他是很快就痛一下他就走了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结束。对，我一直说我准备好了，然后我老公都说你还没，他说不可以，还不可以养。对，这样对Toro不公平。我想说什么不公平？对啊，因为我老公也是一个感情很内敛，不会表达出来的人。但是我记得狗走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盆栽里面，它整夜跪在那个盆栽前面大哭到也是一直跟他说对不起。他就说，如果我没有就是叫妈妈去遛你，如果是之后晚一点我去遛的话，就没这个事了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会想说，如果怎么样，是不是那一刻我们就不会被撞到这样子。你是我自己
第一次自己养的一只狗，所以没有办法比较，你就是最好的，你就是第一名，因为你是第一个。然后我很感谢，我觉得老天爷会把你带来我的身边，就是让我训练我更独立，然后更负责任去照顾一个小生命，然后也让我之后有很多力量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妈妈。然后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姐姐，因为你在家里都不会欺负小孩，然后会冷眼看我们，但是很乖的配合我们的作息。然后我只想跟你说，我爱你，永远永远都爱你。然后我这辈子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我爱你。然后我希望，不管你以后变成小天使，或者你下辈子还是变成一只狗狗，然后你都会记得你的主人就是这么的爱你。然后你有所有的爱，你会是最好的。讲完了。嗨，我是 Sandy 吴善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